CIA 的情报分析官讲得很对啊，不过他讲的只讲了一部分啊。川普不是最不了解伊朗的美国总统啊，他也是最不了解什么叫外交的美国总统，他也是最不了解军事的美国总统。起码我们认识的美国总统没有像他这样轻率用兵，是轻率把他所有的外交布局全部把他自己一个人把他摧毁掉。哎，那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不只是最不懂伊朗，我觉得他是美国近代的总统里面什么都不懂的，有最懂赚钱的美国总统，最懂赚钱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看到中国现在反制川普，从什么方法呢？从宣布对6个美国的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好，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政策发布也像看到说反制有3招。第一招呢，就是6家美国的实体入列禁止境内交易合作，包含应用 DNA 科学公司，还有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还有维泰集团以及人权在中国组织。那反制第2招则是无人机对美出口逐案严审。凡是列入2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跟其关键的零部件，还有相关技术，对美出口一律逐案从严审核，而且不适用任何许可的便利措施。那反制第3招则是暂停 CCC 认证委托，合规性测试公司也遭殃。好，打印机国安调查也启用。那中国大陆商务部就说反制总体克制美方如果再犯，将会进一步的加码。好，陆方生气什么呢？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把中企40多家的企业都说它有违反了维吾尔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中方进行了反制。好，那川普打不赢就打抗中3招吗？好，抗中真的很好打嘛？好，美国的众院报告说美电信商设备连线漏洞导致网攻，要求全面清除中国的设备。好，这是美国众院报告说美国的电信网络跟部分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可疑连结，甚至可能牵到被禁中国电信企业，让中国沿台风骇客有机会钻进美国的通讯系统。好，美国各地 AI 资料中心抵制浪潮开始了。那川普就说这是北京煽动的。好，我们看到这是川普指控中国煽动全美境内日益高涨的抵制 AI 资料中心的浪潮。他就说，这是北京当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在全球 AI 竞赛当中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好，美国可能要禁止进口中国产光收发模组。中国大陆这边也有做相关的回应。我们看到美国正起草一个法规，就是希望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组。同时准备对多晶系以及相关产品来加征关税，甚至要设置一个价格的下限。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来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说也不符合包含美国企业跟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好，但是我们就要对应到外资现在在第3季的时候提倡增持中国。好，这个是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路博迈在最新发布的第3季全球资产配置展望当中，维持对中国股市的增持平等，而且明确的点出持续的升温 AI 资本支出的周期，以及中国与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机会。那现在美国还出现一些像是财政的警报吗？因为我们看到美债首度飙破到40兆美元，利息1兆，所以大家说美元超级危险。好，那这个美国财政部每日账目的收字显示，联邦政府未偿总债务正式突破了40兆美元。好，国债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华尔街顶级财富的顾问就说，即使对于如此强劲、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借贷这么多钱也是一笔惊人的数目，实在是不可思议。好，所以现在在纽约的 Z 世代说他们连恋爱都谈不起，因为消费支出很贵，说他们会有一个约会的成本危机。好，纽约时报讲说，美国的年轻世代正面临着恋爱成本的危机，因为在纽约房租、学贷跟日常开支已经让许多的 Z 世代喘不过气，约会从寻找伙伴的活动，逐渐变成必须要精打细算的奢侈消费。
好，那当然，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膨物价非常高哦，那当然，川普在对外的战事上面哦，又感觉没有办法结束战争，这都让美国的民众相当头痛。好，但头痛的来了，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宣布对美国6个实体来采取反制的措施。好，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回应啊，因为在这个几周前，中国大陆用这个所谓的新疆强制劳动这个法规啊，一个规定啊，就对中国大陆40几家企业采取了这个制裁措施。那中国大陆没有立刻就回应啊，不像上一次欧盟对中国大陆这个做出这个6家还12家公司的制裁，中国大陆几乎第2天就回应，这个是拖了一点时间。那这里面这个除了公司以外，还有6家公司以外，还有一个组织，所以这些都是我想中国大陆商务部长期大概就是说研究美国公司做的里面特别挑的几个公司。那看起来属性也都不太一样，那可能就是说还是跟国安方面是有联系的，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美国一个所谓的在中国的人权组织，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权的这个机构也被中国大陆列为这个实体侵占要采取反制措施。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其实面对美国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单方面的常被制裁、常被管辖。那么大概的回应方式就是礼尚往来，你对我的这个公布实体措施另行限制，那中国大陆也绝对不会怎么讲，不采取相对的措施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怎么样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说你来我往的一个态势了。那当然，其实像这个美国很多的相关对于美中关系的研究学者。他们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其实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较劲或者说是博弈将来最普遍或者最常见的一种博弈的行为就会发生在什么？就是对彼此的这些商业或者科技公司的一种禁止或围堵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除了有象征意义，另外一方面也是怎么样？让对方公司失去了怎么样？这些供应的链，然后产品的供应以及失去市场。那美国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在高科技上就是断供，不给你相关的这种原料或者技术，或者说这些设施。另外一方面也不给你美国的市场。那中国大陆过去事实上的话，它比较在科技上是比较落后，对美国来讲没有什么领先的部分。那可是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产品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可是这2年看起来，中国大陆有一些科技领先的项目现在也渐渐怎么样？也渐渐出现了。所以对美国也做了某种程度的这种科技的限制，比如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现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商用的无人机来讲，那技术是最领先的，所以它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就会做这种所谓的技术的这种限制。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这种稀有的原料特殊的原料，也作为一个对美国制裁的一个报复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些部分随着中国大陆科技跟经济这个的发展将来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制裁的清单，也对美国会造成相当的损失。那这个会不会造成美国将来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公布实体清单的这样的做法会有所节制的话，我觉得不无可能。是，好，我们接下来问崇涵教授怎么看？5月之后5月我们知道习跟川见面之后，他们基本上定调了建设性这个和战略的关系伙伴关系。那当然习有讲，他说是什么竞争为主，但合作也要做。所以美中之间他们在有竞争有合作之间，因为大国不是永远是竞争，它一定有合作。所以他们有定调这个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接下来呢，难道他们就会有没有小打小闹？一定有。我举几个例这两边的高层为了9月习跟川的会谈非常努力。王毅跟卢比欧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东协峰会
谈了90分钟，谈了很多细节哈，人工智慧、军事、芬太尼、经贸啊，要替两边2次见面定调。再来呢，7月的时候，贝森特、格里尔跟何立峰进行了对话。贝森特特别指出说，我们很看重的就是农业产品，大豆，还有什么？还有你的这个稀土，当初讲的，我们要继续往前推进。戴恩斯，我们也讲到他帮忙两边在搓哈，这个蒙大拿州参议员帮忙两边在搓，希望两边人继续复谈。但最重要的，前任的美国副代表卡特尔指出，他说双方虽然是在合作的基础上面，但是呢，在不断的挑战对方，试探对方的红线。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是从5月到9月之间，美中两国的竞争，它是不断的在试探对方，并且用一些东西挑战彼此的红线。有哪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来看哈，比方说我们知道川普哈前阵子用什么？刚才大使也讲了，用301，因为你用这个特别劳动，我用301课你12.5%的税。中国说之前说过我们要停止这个关税战了嘛，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定调关税不要超过20%，好，超过20%就不用谈。这个东西就是在测试底线。第二个，川普又说什么？川普说我要禁你的什么机器人，跟什么我们讲 power inverter， 叫做这个电力的逆变器。逆变器是什么东西？各位观众朋友，逆变器就简单讲就是你太阳能板，它是直流电，你要弄到家庭里面，它就变交流电，那个东西就叫逆变器。中国像华为还有 Sungrow 很多厂商会专门做这个逆变器，台湾台达也是在做这个逆变器，非常强大。好，这个逆变器，川普说什么？它不是只有这个转换电流的功能，它可以收集情资，所以我要禁止你，所以要禁中国做的逆变器出产到美国，这是7月底刚发生的事情。所以川普就用这个东西开始在测试你的底线，说好，我们要开始谈，我现在开始禁的东西。中国呢不是省油的灯，你看立刻出来了，商务部反制，这3个就出来了，这3个反制就在反制川普的301跟那个禁止机器人跟逆变器嘛。所以坦白讲，美中之间呢，我们讲虽然是这个我们讲战略稳定关系啦哈，但是他们接下来到了9月这个24、25的见面啊，习跟川到底能谈出个什么定调或东西？我倒觉得啦，这个他们彼此之间桌面下小动作太多了，太多了。对，那当然嘛，因为两大国嘛角力之间要彼此有一些筹码。好，将军怎么看？美国就是它的国债啊突破40兆，这40兆大概将近28兆是由美国国内的这些民众啊，还有他的这些企业家来买，另外12兆是卖到世界各国。那中国大陆现在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啊，6953亿美元，多不多？也不算多，但是也蛮多的，6953亿美元也算是蛮多，或多或不多，中国大陆会做调节。那美国希望中国大陆多买一下美国国债啊，对不对？你不管1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或30年期的殖利率，你希望多买一点，但是中国大陆变成一个调节的一个策略。那美国它是亏在什么地方呢？美国就算是贸易赤字太大。去年202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9015亿美元，它买太多了。美国一直在买东西，那你就钱一直要付出啊。所以9015亿美元，将近就是1兆哎。我们不要讲了，我们怎么还把劳务算进去哎？你看看说美国这个赤字是太严重，那太严重的话，那现在也没办法。那我们去年的时候，美国向中国大陆超买多少？超买2800亿美元。你看看，打了1年的贸易战，拿了那么高的关税，美国还是向中国大陆超买2803亿美元。你看，占了美国贸易赤字31%。换句话说，美国每超买的10块钱呢，有3块钱被中国大陆赚。是，你看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他就有底气了。反正我就是钱多。那美国现在国债那么高，换句话说，美国可以财政的缓冲的空间越来越受压缩，因为你国债太高，你国债不高，反正我就印美钞嘛。你现在国债那么高，你还要把平民印美钞，他就要筹措再三。但是美国有3个讲法，美国现在已经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了。这3个保护主义，它3个讲法，第一个有国安疑虑，他经常挂在嘴边有国安疑虑，你这个是不是有后门城市？但到现在为止啊，美国还找不出中国大陆哪边有国安疑虑，你找不出后门城市，也找不出来就是有国安。就比如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70%，国安疑虑在哪里？美国找不出来，他会讲，但是找不出来，这变成理由。没有证据啦，没有证据，但是他就会说，但这个牌还蛮好用的。第二个，他说中国大陆产能过剩，你每次讲产能过剩，你看美国的前面的贸易部长。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有他的财政部长耶伦呐，都讲产能过剩。那什么产能过剩？就是我做的多啊，我就是量产啊，就跟美国大豆1年生产
一年生产多少？这个1万叫做1亿吨呢，1亿1000万吨是这样，大家都产能过剩啊。那中国大陆产能过剩是因为形成报酬规模。第三个喜欢说中国大陆你强迫劳动，这样子，这3个一直在用，我觉得怎么用啊？雷蒙多也好，叶伦也好，我都看他3个一直在轮流用，但是讲不出办法。所以我认为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人力成本过高，另外一个智慧财产权过度保护，这个美国没有赶快要做调整，不做调整不行。第三个，新创不够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被中国大陆领先了，第6代战机也被中国大陆领先，新创不够，那你造成美国的前进就受到障碍。我个人认为美国力有未逮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还是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美伊因为目前看到说荷姆兹海峡这个风云紧，说邮轮通报听见爆炸声但是船员均安。原来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昨天有说这个一艘邮轮通报在航经靠近阿曼的荷姆兹海峡听到了爆炸声。好，那伊朗跟阿曼其实目前就联合管理荷姆兹海峡在举行会谈。好，所以这是不是代表不理美国了呢？伊朗跟阿曼自行的谈判，好，那恐怕会允许德黑兰掌控荷姆兹海峡。那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嘛，如果荷姆兹海峡一旦掌控了，被德黑兰掌控之后它当然在中东的势力当然是日益庞大那48小时密谈美伊的谈判经传卡关吗？伊朗这一项要求踩中了川普的红线。好，川普证实美伊双方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预计在48小时之内就会见分晓。好，但是我们也看到状况好像不是如同预期，因为原本川普是说从2026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遭到了封锁，荷姆兹海峡将很快的就会重新开放，但同时也警告伊朗若退出谈判，美方将随时发动新的攻击。但是每次说到新的攻击又没有打所以呢，川普被冠上了一个爱打又想谈、举棋不定的总统。那现在中东的专家认为其实川普是最不懂伊朗的美国总统因为川普上周告诉记者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伊朗只会让他生气，所以他们就是要让我生气。那8月3号又说伊朗跟美国打交道时是奸诈的，令人难以置信。那纽时在8月4号就分析说，川普仍然难以理解伊朗对手，所以接下来会面临更多的挫折。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中东专家其实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分析师波拉克，他就说川普可能是最不了解伊朗领导阶层的美国总统。他说他展现的美国对伊朗的挫折感他是最渴望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人，也是最爱打伊朗的人他发现两者都没有办法让他得到想要的结果，这才是最可怕的已经没有招了啦。好，伊朗不止在打战，真正的野心恐怕会让美国失去了中东的主导地位。好，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还在持续，那尽管华府要求德黑兰投降，但是伊朗也正试图的把战场转化成为永久的地缘政治利益。好，所以分析就是说，德黑兰真正追求的不是核问题上面的谈判空间，而是借由荷姆兹海峡抵抗轴心跟深化与中国大陆关系，迫使美国跟他们的盟友承认伊朗作为中东主要强权的地位。所以呢，德黑兰真正所求不是说什么要打赢什么战争，而是要强化自己在中东做大的局势。好，那川普他口是不是因为美国无力作战呢？好，我们看到川普上周五传出在大卫营举行个内阁会议，他就当面质问了赫格塞斯，说为何美军至今没有解决关键弹药库存严重短缺的问题。好，有人就说川普其实说他之前好像被误导了，以为短缺问题已经被解决。长程飞弹跟防空拦截弹不足，已经限制了川普对这个伊朗发动更多大规模攻击的军事选项。好，但是针对这样子的报道，目前看到白宫跟战争部都是否认相关的言论。好，那落后中国是不是美国有急？因为美国也祭出了超高音速大炮，
直接把弹头轰上了超五马赫。好，那中国现在的军事我们都知道啊，正在崛起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首铺了惊雷1的核飞弹。好，这是中国官方将这款飞弹命名为惊雷1。好，相关的画面也给大家看一下，定位为核3位一体的空基长程飞弹，但射程、推进方式跟弹头配置还有部署数量等性能细节，目前仍然没有对外公开。不过相较于过去他们只展示轰炸机跟飞弹，这次宣传画面同步出现了至少是2架的 J-20逆踪战机伴飞 H-6N， 说中国展示一套用轰炸机、逆踪战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指挥管理系统共同支援的受保护空中核打击的模式。那这是不是代表解放军的核威慑战力已经算是出现最后拼图了吗？好，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解放军目前的军力态势也是备受关注。还是看到荷姆兹海峡目前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冲突跟爆炸声但是伊朗他们的最终目的已经是蛮明显的。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现在事实上荷姆斯海峡还没有完全开放啊。美国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啊。是。那川普最近一次他就说2件事情，所以我才答应不修理伊朗，我就暂停不打。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的完全开放，第二个就是伊朗要把他的核威胁这个问题要做一个坦白的交代这2点现在看起来核根本提都不提了，现在光荷姆兹海峡就没搞定伊朗能不能控制荷姆兹海峡？现在绝对控制。因为你只要偏离了航道，你去走阿曼那一侧的航道的话，对不起，无人机就攻击啦。那不管你什么船，你只要没有照伊朗的指示在荷姆兹海峡那边行动的话，就被攻击的可能，所以就全部就停顿了。那川普也没办法，川普自己的海军也不敢进去啊。你看荷姆兹海峡有美国的舰艇吗？美国的舰艇这不但不在阿拉伯湾，它还在怎么样？它还在那个印度洋里面的。因为它如果太近的话，它是在它是在伊朗的这些岸基的飞弹的以及无人机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他来讲非常危险。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川普就讲说：“哎呀，我们这个航母上面这些年轻的这些雷达操纵员火炮太了不起了，他们光这个就是说击落或者是怎么讲呢？躲过了这些伊朗的这个飞弹无人机攻击就100多次。我记得那还是228之后没几个礼拜，川普就讲了。所以事实上的话，美国的这个海军舰要靠近伊朗靠太近的话，它是很危险的。所以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话，要不然就是靠这个航母舰上面的这些战轰机，要不然就靠什么？就靠这些航母战斗群旁边的这些伯克级什么这些有这些垂发的这些驱逐舰或者更大型的这个战斗舰艇，这些远程的打击靠的什么？就是战斧飞弹，就是打战斧飞弹。那战斧飞弹打到现在已经快没有了。那不过整个来讲，我觉得美国这个 CIA 的情报分析官讲得很对不过他讲的只讲了一部分川普不是最不了解伊朗的美国总统他也是最不了解什么叫外交的美国总统，他也是最不了解军事的美国总统。起码我们认识的美国总统没有像他这样轻率用兵，是轻率把他所有的外交布局全部把他自己一个人把它摧毁掉。那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不只是最不懂伊朗，我觉得他是美国近代的总统里面什么都不懂的有最懂赚钱的美国总统，最懂赚钱的。然后那要看他现在在这个中东的他个人资产会不会到最后都被付诸一炬。不过就是说，对美国来讲，我想就是说这一次技术超高音速大炮我觉得这个超高音速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这个大炮的射程有多远？如果打100公里的话，这大炮有什么用？200公里有什么用？超高音速飞弹那是要打多久？那要打300公里、500公里美国这个大炮能够打那么远吗？我看这种大炮现在还没有发明吧？那你炮打出去，它5马赫好了那这个弹头上超5马赫，这个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宣传一下，是不是？将军怎么看？这一次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争，认为这个川普打得并不那么顺，他犯了3大战略错误。第一个用错人，因为川普他是房地产大亨，对国防军事不懂，他用的战争部长，就现在国防部长是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也不懂，你不懂用个专家，他用个赫塞斯，他连战争学院也没读过，军事背景非常薄弱。连一个少校连长都没有干过，他才统领了整个战争部140万人。但他有一张嘴，对，就靠张嘴，他是台湾节目，他不懂，他连战争学院都没有读过。你叫他去指挥大军，他把好几个上将搞掉，美军士气马上低迷，怎么打仗？所以啊，总统没办法害就算了，用对人就还好，他们用错人，两个都不懂去领导美国的军队，那完蛋。所以这次伊朗战争他打得非常的不好。这个没有军事素养，然后就指挥这个战争部，你怎么办？所以用错人了，全盘皆没。这个世界上一流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这个国防预算是全世界最高，美国一个国家占国防预算占全世界的40%，一样打成这个样。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这个我们讲的战略情报判断错误，战略情报判断，这个伊朗他的对伊朗这种轰炸，伊朗的这个空军防空飞弹，还有它的这些无人机的阵地，也包括伊朗的海军，都差不多了。结果战略评论说过度乐观，不是这个样子哦。伊朗还很有战力哦，因为它都这个分散部署，还有地下化，这个伪装隐藏的很好。美军在这方面战略情报判断错误，这是让美军这一次打得力有未逮。第三个后勤不够，美国打这一次，按照我的判断，他打这一个要布阵的爱国者飞弹哦。来反弹系统啊，跟萨德系统应该有6000枚飞弹来才可以，因为伊朗它就有2500枚飞弹，那还不要去讲巡弋飞弹，还不要讲伊朗的无人机，你光导弹它就有2500，被美国炸了这个500枚之后呢，它应该还有2000枚，那你要准备3倍，因为3个打1个，拦截就是要这样子，你这个不够啊。美国是准备了2000枚的萨德跟爱3反弹系统，爱国者3，2000哪够啊？1/3而已，就想打球，打了之后面不够，后勤不够了，所以后面呢，这个鞭长莫及，遇阵乏力，而造成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伊朗现在变成了在这个谈判桌上底气够，那让成美国在这方就有些吃瘪。对，所以打不死伊朗，便使伊朗更强大吼。好，最后崇涵教授怎么看呢？川普不但不懂伊朗，旁边人不懂之外，旁边人不会建议他，因为建议他没有用，不敢建议，全部都变应声虫啊！在发动伊朗战争前，我们知道纳坦雅胡去了白宫做了作战简报，然后在场有谁啊？赫格塞斯嘛，国防部长、战争部长、中情局长雷克里夫、参谋联席会主席凯恩，就任的空军中将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然后他女婿库什纳。大家听完这个纳坦雅胡简报之后，大家觉得纳坦雅胡在 BS 在乱说话他觉得他们太天方夜谭，所以中情局长他有提出他的这个 concern， 觉得我们要打真的要小心一点，我们情报真的不足。刚才将军讲，凯恩参谋联席会主席说，我也觉得真的用空中进去，空中大规模轰炸，旷日费时，而且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两个都有提出一些 concern 有一个关心，但是川普不想听他们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够强可以把他打得狗屁滚尿流，石器时代，对，打回石器时代。所以后来凯恩也说，如果总统坚持，我就没意见。所以坦白讲，川普在整个的决策过程当中，他除了刚愎自用之外，他太自以为是了，他看不起伊朗，他觉得那个东西很简单，这个不对，因为他忘记了我们讲的战争到最后会进入叫 war of attrition， 叫做消耗战。消耗战就是不是说占领为主了，还有你要消耗这个一大堆的钱跟武器，特别他们忽略到伊朗可以这么用这种非对称型的战争非对称性在哪边？第一个我们讲的蜂巢式无人机，它的 Shahid 这种叫见证者无人机，一台3万到5万美金而已，他用这个组成蜂巢式飞过去，你的爱国者一枚390万美金到500万美金呢，你这样跟他打，对不对？你花钱在打大炮打小鸟，让这个消耗非常多。报告指出，美国大概打完2/3的这个爱国者飞弹，那它的产能，洛克希德马丁它产能大概一年是600到650发，这个制造出这个
的爱国者啦。所以现在川普说希望说，那我在2030年我就给很多钱，就说好，我要把产能拉到1年可以到这个3000发哈。问题是2000发3倍要2000发，问题是你要花更多钱在上面，而且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伊朗的所有精锐部队还有他们的产能可以多少。好，然后让这个整体的战争一直拖延下去，我觉得对川普的颜面尽失啦，所以他才会想出各种方方面面很奇怪的说，你一下开放荷姆兹海峡，如果你答应开放的时候我就停战，一下什么，他 Taco 的意思又出来了。这 Taco 意思坦白讲，他不是我们也不用笑他基本上是他的策略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不但自以为是，他没有耐心，而且又急功近利的人。所以他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觉得，好，我现在做这个决策，我就要看到立即的效果。如果没有立即的效果，就换另外决策，我要再下一个决策。所以在战争的整个这个 war plan 上面，他展现出，我今天打一打，觉得，我花太多钱，我不要打了，我就停下来，我再往下一个走。我不知道将军您是军人哈，就长期的战略规划跟作战指令的，你不可以这样吗？但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议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议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带大家来看因为现在是汉光42号演习。好，今天是第2天，昨天的第1页呢，其实有一个重头戏登场，也就是万军计划。好，那它是3路7敌来到国防部，那美军也现身来观察。好，我们看到这个中时拍到的画面，就是很多外国脸孔哦。这个万军计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模拟总统在战时进驻衡山指挥所。好，罕见的是国防部这一次以拟真的状况，为防止敌方实际的斩首，特地用3波不同车队来欺敌。好，赖总统当然有亲自的参与，那也在车队运行之间，美方在现场是进行了全程的观察。好，不过就在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外媒，它 War on Rocks， 它就有特别做一些相关报道。这个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平台，它刊登了一篇台北全面战争，中国将认知效应融入战争。那其中还特别提出说，北京瘫痪台北市的概念，说目标是征服而不是摧毁。那也描述削弱台北的3种策略，包含了封锁、精确打击，还有认知攻击。好，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就是蛮常运用的这个外销转内销，所以也有人觉得这绿营难道又开始大卖芒果干了吗？好，不过我们也看到顾立雄，我们的国防部长特别也谈到了，现在呢，这个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有谈到中国嘛？那中国威胁对日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挑战，说友盟国家会共同承担这个威慑的责任。好，也就是现在共机战备警巡21机，还有14艘船舰。顾立雄说这个演习不会中断。那日本白皮书也认为中国是个战略的挑战。那现在台海看起来真的蛮敏感的，然后有人觉得是兵凶战危啦。那汉光的42号演习，其实澎湖渔民也目击说中国的基建列队陈兵在台湾海峡。好，那当然中国对于我们在做汉光演习他们当然有所掌握，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动作频频呢？他们在澎湖七美西南24海里处有5艘中国军舰列队航行，然后就被澎湖的渔民全程目击。那昨天汉光演习第1天嘛，中国海警更是假借说执法巡查来侵扰金门。好，我们看到这是4艘船在下午中国海警就接近了金门的限制水域，我们的海巡署金门金马澎分署也立即调派了巡防舰艇进行前推的部署。等到海警船航入了限制水域之后，全程是采1对1并航监控，广播喊话以及进破拒止，历时了超过2个小时。4艘的海警团在下午的5点9分才全数的驶离。好，那现在看到大家都说无人机的事件现在在战场上面看起来是接下来一个新的趋势的发展。那就有立委这个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问到说啊，汉光演习登场哦，那当然有预化演练无人机攻防的科目，但是朝野立委都质疑哦，说，你们不是现在要来模拟断网吗？那断网下的战术飞行才是重点。那在没有统合直管系统出炉之前，现在的装备能不能应付无人机的蜂群攻击呢？好，那当下你可以看到这画面哦，顾立雄还蛮尬笑的哦。那尬笑数秒也是沉默难言，因为他说啊，强调目前只能做现有的装备来进行所谓的应对，没有办法这个部分将演习验证的结果来进行后续的规划。好，所以看起来这个装备验证仍然是不足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跟日本的这个私下关系蛮好的嘛，尤其现在熊本强震之后，很多地方是需要协助的。好，那包含的台积电也霸气的捐了2.5亿元。那日本的网友就泪崩狂喊说啊，台湾总让我们感动。但现实生活的感受在日本上面好像不是如此哦，因为我们看到了在 PTT 上面就有人问卦说啊，这个脆上面有日本人在说，台积电捐款被日本网友说啊要滚出熊本，好，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这真的是日本网友特别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捐款，只希望你们离开哦，说一点都不想提供水给 TSMC。好，那另外一位就说啊，那家公司在熊本的评价相当不好，看得出他们急着想要摆脱这种负面印象。甚至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留言是说，希望能把钱捐一捐，然后离开，根本不需要什么半导体工厂。所以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台积电到熊本，我们之前讨论的是熊本地震可能很频繁，为什么会把台积电选在熊本这边来设厂？但日本人是觉得为什么台积电要到我们熊本设厂？那我们也理解啦因为过去像我们观光人到日本很多嘛日本文其实他们的本位主义稍微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对于相关的一些工厂是有一些不同的情绪的。好，那当然尊重。好，当然我们开始看到就是汉光演习正在进行当中。好，昨天这个万军计划有备受关注，那包含因为他关注到是我们总统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这万军计划？因为他要这个总统要进入衡山指挥所去做正指挥，那他现在兵分三路，我认为兵分三路是不是一直固定到一个惯性，就是往衡山指挥所去？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或备用方案？这个很重要。不然你还是到那边去，人家这边以逸待劳，这边守到，对不对？就在衡山指挥所附近的那个要道上面直接狙杀，那你这样直接斩首了。那你要不要到固定的地方？这个太惯性，人家摸得一清二楚。你有没有其他的狡兔三窟？你在四兽山有没有？大屯山有没有？或者是面天山、向阳山或者七星山有没有？你都没有，那你就是一个衡山指挥所，你家就早就这个动线早就完全可以掌握。空中的无人机，人家就可以布阵狙杀。他是在终点站掌握就好。对就可以了。你兵分三路，你兵分10路也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同一个终点，就要到那边去，他在那边就能等到。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还用惯性的思维来做演习，我认为有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他现在讲到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会有3大问题，他没办法解决，因为去中心化很容易彼此误击，因为只剩下横向，没有中心了，没有共同上级。因为已经去中心化，没有共同上级，谁来指挥？然后可能会误判，变成自己人互相残杀，变成误击事件频传。因为误击事件频传，他被打，他为了生存再把他打下去，其实都是自己人在互相残杀。所以去中心化的在台澎防卫作战的风险非常的高，那就是误击。那这一方面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共同情报分享。因为现在打仗打情报，没有情报，因为已经没有共同上级了。情报怎么分派、怎么运用、怎么样来纵向联系，没有了。那没有情报，这样打仗的话，这个战争迷雾、瞎子摸象，这风险非常大。所以去中心化，我们讲到，这个名词好像很好用，但是其实上，因为讲的语言是一样，甚至我看解放军的军服跟那国军的那迷彩一样，我们用数位化的迷彩，他也用数位化迷彩，然后迷彩都是一样，都是丛林迷彩，那很像，那怎么去分辨？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个误击事件还有情报的分派会产生问题。另外一个去中心化，你没有共同的后勤，你后勤怎么样到位？打仗弹药消耗非常快速，你不管看乌克兰战争也好，或者是美伊战争也好，
弹药消耗量美国那么强大，弹药还是不够。他对的只是一个中等国家伊朗，但是美国弹药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你已经去中心化，你的共同后勤就没有了，那你怎么办？用完了，弹尽援绝，你只能孤军奋战吗？还是束手就擒？这问题很多，好像大家去中心化名词非常的美丽，但是却不切实际，尤其在台湾防卫作战，我认为这个有必要检讨。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说，这国防部他有说，国安高层也我认为啊，我们现在打仗啊，要面对的既然是演习，汉光也是年度大演习，要3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装备够不够？我们不够，赶快去筹补。我们这方面是有问题。第二个，人员够不够？装备够不够？人员够不够？现在募兵也缺5万多个士兵，我认为演习先放在一边，先把兵招足再说。你兵都不够再演习，那是玩假的。第3个最重要的，后勤够不够？因为我们 F-16V 啊买了66架，2023年到2026年同步到位，那现在已经2026年1架还没到，一架都没来。对，我那国安高层赶快去跟美国沟通。那国安高经常到美国去，但是好像都没有沟通，好像都是去美国旅游，反而忘了正事儿。好，介大使怎么看呢？对，我觉得这个汉光演习啊，基本上没有针对这些斩首的这些大陆的，还有就是说现在国际间惯用的这种远距攻击的这些战术啊，好像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做法嘛。刚刚张生也提到啊，你这个在已经发生战事，你还要从你的那个这个在哪里啊？城中区跑到大直区去，这中间还要什么什么还有换装伪装，你这个太不了解现在战争的状况。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对不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卫星，那把你这个行踪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现在这个精准导弹的话，你还走地面，在那边从这边跑到，现在的飞弹真的啊。他要从这个窗口打进去，都不会从另外窗口进去，就这么准。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人啊，在做这个想定的时候，做这种演习的时候啊，完全没有跟着现在战争跟现在武器的变化啊，做出一点怎么样？更具说服力、更安全的一种设想。对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横山直接放到大直？那时候老总统他就住在大直旁边呐。他的官邸那个地方是很近的，对他，所以你看那个是823炮战以后开始修的，他50-60年前就这个概念，就是不要在外面曝光。你做的什么装甲车，你坐的那些车辆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你那个装甲车是什么？是刀枪不入吗？一个炸弹就把你炸飞了。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不晓得这些在主其事者啊，还有像这个顾立雄啊，只去研究的日本白皮书啊，连这么简单的我们都看出来的破绽都没有去想办法来解决。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之有年，然后呢不求甚解，然后呢不求改进，然后还活在那个几十年前的防卫概念里面的。这种演习不晓得，在我们看来就是觉得只是暴露弱点，不服战场的现实。没有不服战场现实啊。然后那顾立雄也很奇怪啊，提日本防卫白皮书，你知道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基本上他没有直接，他的对台湾的用语已经减轻很多了。对他去年是什么呀？台海攸关日本安保。现在也没有这个字句，把它删掉了。你这个负责国防，你还天天引日本，你有没有看到日本的这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对台湾相关的删掉了？那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中国大陆最近给日本强大的压力啊，日本连讲他都不敢讲啊，对，人家是看到有压力的时候，人家就调整啊，我们这边是看到有压力啊，还一副嘴硬，然后呢？以不变应万变，你那个几十年了，每一次都是怎么样？每一次我们看演习，都看到那个从蔡英文开始，就从他从那个城中区坐一些车子浩浩荡荡的跑到大直去，搞了半天都是这样。
哇，你看人家伊朗开会躲在山洞里面，美国几个飞弹下去也都完蛋了。所以我光这个斩首啊，对于大陆的斩首战略啊，这是人家外国人讲的斩首啊，对不对？精准打击啊，都没有一点点相应的改变措施，还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晓得这些人领这些薪水，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崇安教授怎么看呢？这篇文章这个。美国智库 War on the Rocks 啊，这个智库它是比较偏国安跟军事啦哈。那两个作者，一个 Howard Wong， 一个叫做 Nathan Mustafaga 哈。Nathan Mustafaga 是兰德的研究员，然后是研究中共解放军。那当然，他们的主要的这些人的概念都是中国是假想敌，对美国是假想敌。那他们这篇文章登出来，其实他们这个文章里面不是美国既定的方针，也不是说美国未来要怎么样帮助台湾，都没有。只要他智库提出一个问题是说。他们研究了中国在2025年军方在他们的顶刊《军事学术》发表一篇研究的论文，叫做《大型城市全域失能》。讲一讲这篇中国军方的顶刊讲的是说，接下来中国的战略跟战术跟解放军要朝现代化进行，而且要什么？要朝大城市，让这个大城市不是占领它、摧毁它，你只要让它失能而已，不是在摧毁这个整个城市，你只要让这个城市能被解放军控制。文章里面没有提台北啊，从来没有想台北啊。OK， 但是这两位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就说，哦，好，我们研究完之后，中共解放军接下来对台湾可能不是仅仅于封锁台湾而已，因为我们之前都讨论嘛，解放军最可能就是封锁台湾，让台湾在包围我们能源跑完了，对民心下降了这样子，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说不是哦，现在中国解放军可能会对付台北，是我占领台北，我不是摧毁台北。那怎么用占领台北跟怎么样让全域失能呢？就让台北市失能呢？他说用什么？用封锁用精确打击跟认知攻击。封锁很简单，它就是把你桥梁跟主要要道封起来。所以才这次演习，汉光演习是什么？那个赖清德说那个淡水的那个新的桥，对不对？台北桥要预防它把它封锁，我们就很危险，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从这篇文章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啦。认知攻击，就是整篇这个美国智库在讲的是认知攻击。他说其实就是北京想要认知攻击，让台湾知道说你在抵抗是没有用的。他有很多方方面面，比方说抖音啊、社群媒体啊，然后来这个洗脑台湾说你不要抵御了，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太依赖台湾的抗敌意志研究，因为现在台湾都在做抗敌意志啊，都是这样想告诉美国人说台湾有多少88%愿意上战场，对不对？所以这个智库说，你不要只有看抗敌意志，你应该是看的是什么？当战争发生，台湾被有效的控制的时候，台湾的抗敌意志剩多少？我觉得这个是这篇文章他们最主要在讲的。那坦白讲，台湾现在在做抗敌意志的，都是在讨论什么？是战争发生前的抗敌意志啊，就是我们要证明说我们愿意上战场，让北京不敢打过来。但是不要忘了，解放军他现在用的是说我要全域控制，那就是你占领之后，台湾抗敌意志要下降，啊，是这样子。所以坦白讲，我们台湾都没有在做这个所谓的被占领或是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抗敌是怎么样？坦白讲，抗敌是变零吗？啊，这个都是要方方面面去讨论的。我要举最后几个这个数据啦哈。选言在今年提出来了，台湾如果发生战争哈，两岸发生战争哈，您愿不愿意参战？那政大选言中就提出来是55%愿意，40%不愿意。远见呢，发生两岸战争，你愿不愿意让家人上战场呢？就25%同意。愿意让你家人上战场，只有25%同意，64%的民众说不要。好，所以代表说抗敌意志的东西呢，有不同的声音之外，我们都在做的是战争前期还没发动战争的抗敌意志。问题是战争爆发之后，台湾的抗敌意志到底是升是降多少？你这个很难去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